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，都会有屁股变大的现象发生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木子来告诉你：一是久坐不动，二是长时间站立，三是翘二郎腿，四是吃过多高热量的食物，五是内八字站着。这些坏习惯都会导致我们的屁股变大。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善我们屁股大的毛病呢？第一个是做深蹲，首先双腿打开与肩同宽，然后腰背挺直往下蹲，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时再站起来。每天重复这个动作，就可以改善屁股大，使臀型更好看。第二个是跪姿屈膝抬腿。我们跪在一家垫儿，然后双手支撑着前身，用臀部和大腿发力，把腿向上抬，重复30秒之后换腿继续。这个动作每天坚持多做几次，也可以改善屁股大、臀部扁平的问题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体内尿酸偏高，是不能吃含嘌呤高的食物。那可以吃哪些食物呢？不妨在秋后常吃一些碱性食物，对促进尿酸排泄有帮助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茼蒿，茼蒿是生活中常见的碱性食物，含有的营养物质比较多，其中含有的钾元素对降低体内尿酸含量有帮助。那入秋后尿酸高的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茼蒿，对促进尿酸排泄和软化血管都有一定的作用。苦苣，苦苣也是经常会吃到的食物。苦苣也是一种碱性食物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膳食纤维以及钙、磷、铜、铁等微量元素，具有利尿消肿、健胃消食的功效。那对于尿酸高的人，经常的吃一些苦苣，也有利于促进尿酸排泄，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。腐乳是很多人喜欢吃的食物，有的人把它当作人间美味，但是有的人认为腐乳是问题食品，而且还是血管杀手。那么吃腐乳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呢？其实腐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它有东方奶酪的美称，而且腐乳在制作的过程中维生素 B 族增加了很多，同时腐乳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如果适量的吃一些腐乳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但是不建议大家天天吃腐乳，因为腐乳的含盐量很高，一块腐乳大约含有1克左右的食盐。如果天天吃一块腐乳，很容易导致食盐摄入超标，这样就会对血管造成危害。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最好不要天天的吃。花椒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做菜的时候经常会用到。花椒也有很好的养生效果，女性朋友可以将一些花椒和桂圆捣碎成粉，放在一起搅拌到不干不湿的状态，然后睡觉前敷在肚脐边缘就可以了。那坚持一段时间，可能会收获喜人变化。一、促进睡眠。在我们肚子这里有个神阙穴，如果睡觉前将花椒放在这里，可以刺激到神阙穴，能够加快身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有很好的助眠效果。二、帮助祛湿。很多女性由于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导致体内湿气加重。如果在睡觉前将花椒放在肚脐，可以促进身体新陈代谢，加快毒素垃圾的排出，对去除湿气有帮助。三、温暖子宫。因为花椒性热，所以女性朋友将花椒放在肚脐，也能够促进体内湿寒之气排出，起到温暖子宫的作用，对身体有益。对于很多肚子上有赘肉想要减肥的女性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减掉这烦人的赘肉，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大家可以试一试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对减肥有帮助。下面就跟我一起来学一下吧。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首先自然的站立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双手食指交叉在胸前伸直，然后将双手向头顶上方伸直，手掌心翻转朝上，然后向左侧腿部的方向弯腰，坚持3秒，站起来，再向右侧腿部的方向弯腰，这样反复左右做5到10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腰腹部肌肉，有很好的燃脂作用。肚子大的朋友每天睡前坚持做一做，对减脂肪、瘦肚子大有帮助。说到猪油渣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。猪油渣就是熬猪油后剩下的油渣，用它炒菜可是很香的。但是很多人认为猪油渣不健康，那吃猪油渣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？现在就来告诉你答案。猪油要是和一般的植物油相比呢，那香气是不可代替的，而且猪油中含有多种脂肪，
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有很高的营养，也能够给身体提供热量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猪油渣是经过油炸的，如果经常吃的话，可能会使身体发胖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要注意。那总的来说呀，不管呢吃什么都要适量，不宜吃多，猪油渣也不例外。所以适当的吃一些猪油渣，对身体是没有太大影响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你认为秋季是养生的好时机，很多人喜欢每天喝一杯枸杞水养生。其实除了枸杞水，还有一些食材，经常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养肝补肾的作用，效果可是比枸杞水还好呢。黄芪水泡水喝。黄芪是生活中常见的中药材，经常用黄芪泡水代茶饮，有很好的补气生阳、补充肾气的作用。女性经常喝，还有调理气血、美容养颜的功效。所以肾不好的朋友用黄芪水泡水喝，肾脏也会感谢你哦。蒲公英泡水喝。蒲公英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清肝明目的功效。生活中经常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可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促进肝脏排毒，有很好的滋养肝脏的作用，对缓解肝火旺盛也有一定帮助。女人长腋毛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只是呢，有的人的腋毛比较旺盛，而有的人却很少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？或许和两个原因有关，大家不妨了解一下。第一个和遗传因素有关，很多女性的毛囊天生不是很发达，所以不止腋毛，身上其他地方的毛发也会比较少。而有些女性因为父母身上的毛发比较多，所以就可能会遗传这种特性。第二个和体内激素水平有关，每个人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激素水平旺盛，那么身上的毛发就会比较旺盛；但如果激素水平少，腋毛也会比较稀少。那腋毛有很好的排汗和保护皮肤的作用，所以腋毛旺盛的女性不要将它刮掉。但如果有腋臭的，建议呢还是刮掉比较好，以免加重腋臭。阳气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想让人体正常运作，那么是离不开阳气的。如果阳气不足，那么人也很难长寿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很多行为都在损耗阳气，快看看你是不是也有。第一个行为，长期吹空调。随着空调的普及，炎热的夏天，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内，尤其喜欢让空调直吹自己。如果这样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影响血液循环，导致寒气入侵，有损阳气。第二个行为，长期熬夜。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，而且也很损耗阳气。如果身体长时间得不到休息，阳气下降，诸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不利于人长寿。所以如果不想损耗阳气，上面这两个行为最好不要有。除此之外，想要守住阳气，还有两个小方法，大家不妨试一下。第一个是多用热水泡脚。如果每天坚持用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同时刺激到脚底的涌泉穴，对增强人体阳气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第二个是多拍手。拍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人人都会。在我们手上有很多的穴位和经络，经常拍手可以震动阳气，推动全身的气血运行。每天拍手5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补阳气有很好的效果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